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哼，那是因为你们眼睛瞎了。公主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哪儿？你敢问？哼！怎么有2个公主？怎么都一样啊？到底你们谁是真公主啊？废话，当然我是真的。原来就是你这个贱人，冒充我的身份，让我撕烂你的脸！来人呐！你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真的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让我杀了这个贱人！我认得真公主，她是假的。把她带走！快！我是真的！我是真的！放开我！把她带走！走！贱人！走！你这个贱人！不是叫你们看好公主吗？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别说了，我一回来就看见他们2个倒头大睡，那个公主却不见了。想不到他们是给公主药倒的。是怎么给药倒的？这，你说吧。你说呀。师傅，您别生气啊！是一开始啊，我们是听从您老人家吩咐，我们跟着他，一直跟着来着。最后呢，我们吃着吃，我们最后吃累了，口渴了。这公主就对我们说：“哎呀，2位，你们既然渴了，就来尝尝我们这天竺国的好茶吧！啊，这给我们倒上。别说了，太啰嗦了。公主请我们喝茶，谁知在茶里下了药，我们一喝就晕倒了。”这宫里的人都被下过药，更何况是你们。想起来，他应该把迷药藏在花坛里，但是现在就他一个人知道。师傅，那由此可见，她是真公主了。嘿，没错，那假公主我见过了，的确是个妖怪。可是她跟蜈蚣精一样，身上的仙气比妖气还重，温柔婉约，又兼孝顺父母。比真公主还真公主呢！对，这妖怪他就是妖怪。师傅，猴哥说的对呀。猴哥，就怕他还会生出别的什么坏心眼来。没错。你说她不是真公主，可她一样选咱师傅当驸马，你说她安的什么心眼儿？你看看，贵人，阿弥陀佛。宫里抓到一个女人，自称是真公主，还说是贵人带她进宫的。陛下要请贵人到知阙宫去辨个真假。请。贫僧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朕有话要问你，这位姑娘是你带进宫来的吗？正是，她自称是真的帕罗公主。贫僧师徒是想分清楚，宫里的公主到底是人还是妖。那结果如何？结果是这真公主也没看出是妖怪来。你不是很厉害的吗？那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她是假的才对啊。就算她不是妖怪，那她也一定是易容出来的江湖骗子。姑娘，贫僧以为知女莫若母，知子莫若父。是真是假，还是由国王跟皇后来判断吧。2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本宫也认不出来，所以才头疼呢。那还不好办，认不出来就出题。如果是真的，就答对；答错的肯定是假的嘛。好，那我先来发问好了。那幅画是我亲手绘的，那你知不知道那画上人身上的假鳞片共有几片呢？我没算过。哼，我算过，共356片。
哎，你算对了，果然是356片。我就说吧，我才是真公主，我是真的，她是假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为了公平，让他再给他出个题，不就结了？是啊，帕罗，你也出个题考考那位姑娘。好，那我来问你，父王跟母后的生辰是几日？哦，哎，你不会连举国上下都知道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吧？你还凭什么当女儿啊？我忘了还不行吗？哦，那我来告诉你吧，父王的生辰是5月5日，而母后的生辰是3月12日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她才是咱们的女儿啊！既然人人都知道的事情，那有什么稀罕的？好，且换我来问一个问题。你知道我最大的禁忌是什么吗？月宫捣药仙。错了，我最痛恨的是兔子2个字，我听不得、看不得、也说不得这2个字。你刚才话里带了3次兔子，可他只说了月宫捣药仙，这月宫里捣药的是玉兔精，其实就是只白兔嘛。姑娘，帕罗公主有什么大计你都知道了，这也算是不容易啊！啊，朕念你并无大恶的份上，就饶了你，再赏你200两银子，回去好好过日子去吧。你这个老昏君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得，你凭什么当皇帝呀？大胆！朕不追究你欺君之罪，你还忤逆犯上，信不信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？你不敢，因为真正的帕罗公主才不会像她那样，这么假模假样的跟你们说话。只有你跟母后知道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。想想问问只有你跟你父母发生的事儿吧，动动脑子。对了，我问你个问题，父王母后，你们生我的时候，我身上有一个胎记，我现在想问你，在哪里？你说，胎记在哪儿？你说啊！哼，你说不出来了吧？你根本就是假公主。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就给皇后看看吧。啊，不可以，这为什么？帕罗，帕罗，你的胳膊上为什么有这么一大块疤呢？那是去年皇后病重，群医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公主听说吃人肉可以救皇后一命，然后就试着割下自己的一块肉给皇后吃下，兴许是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果然皇后的病就大有起色，如今才得以痊愈。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为了母后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为什么不告诉母后啊？母后，她根本就是苦肉计，因为她变不出胎记，所以她只好割了自己一块肉。你们看，我这个才是真正的梅花胎记。阿弥陀佛，陛下，如今果然判断出真假了吧？来人呐，在！把这个欺君犯上的东西给我打进天牢！父王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才是你的女儿啊！我女儿身上没有任何胎记。母后，你生下女儿，你知道你的女儿。母后，我的女儿没有胎记。母后，把她拉下去吧。母后，走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不要，母后。师傅，猴哥，嘿，你们去了以后辨出真假了没有啊？以真做了假，以假做了真。嘿，
好事儿，可喜可贺呀！哎，师傅，大师兄，你们明知道二师兄是个呆子，我脑子又不好使，干嘛说这些打击风的话呀？哎，不，嘿，咱们师傅说话从来不打击风，也不打高空，哎，从不乱骂人，也不批评人。师傅说的一字一句，可都是真理，真理呀！啊！其实国王跟王后都能分辨真假，可他们却宁可把真公主打入天牢，也不肯认她。嘿，师傅，我看这也未免太狠心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那也是他亲生女儿啊！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要真是亲生父母，他能连他们的生辰都记不住？哼，依我看，他还是在那个什么布金寺关了1年还不够，就应该多关他几年，让他彻底知道悔改为止。是啊，二师兄，你看，咱们才刚认得他几天，就被他整得够呛。我看他呀，就只怕大师兄的拳头，只听师傅的话。这么说，也许为师应该好好劝劝他。师傅，你也别光度化别人呢，你也得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啊。你别忘了，再过3天，你可就要当人家驸马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假公主真妖精是要你的身子呢，还是要你的命？我看啊，都想要哦。反倒是这个泼辣的真公主，她对师傅您那才是痴心一片呢。自己想嫁了一辈子的丈夫，最后跟了一个妖怪成了亲了。你说这是？闭嘴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我才是真公主！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放我出去啊！我是真公主，我才是真公主！来人呐！为什么？为什么父王母后，他们明明知道我是真的，可他们却宁可认假公主，就不认我呢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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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问你自己？为什么？孙悟空，我知道你神通盖世，你救我出去吧！我求你救我出去！就得出去，就得出去，你能去哪儿啊？即使救你出去也没用。哼，回到宫里，你父王母后也不肯认你。一个人流浪在外，你有生存的本领吗？哼，以你的脾气，早晚被人扔到河里淹死。不能这样，孙悟空。那你带着我跟你师父一起走吧，我保证会乖乖听你们的话。不可能，我师父马上就要成为帕罗公主的驸马了。你胡说！他娶的人应该是我，应该是我啊！我再告诉你件事儿吧，那个假公主，我已经认出她是妖怪变的。一定是她做法把你撵出去的。可是这1年当中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离你而去，还不怀疑他的真假？哼，这个问题你才应该好好想想呢。想清楚了便告诉我，我再带你出去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唐三藏长得跟金乌将军会如此相像，简直是天助我也！公主，吃点水果吧。公主，这画中人已经从画里走出来了，你又只管看着画做什么？帝阳，等我跟驸马成了亲之后，我就有办法治好你脸上的伤了。公主，你对奴婢这么好，奴婢已经心满意足，这伤您别放在心上。不，
就算你心里没有记仇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我也是感同身受。蒂亚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真公主？啊，你是真公主。你说的不是真话。不管这世上还有几个帕罗公主，我只认你一个是帕罗公主，哪怕日后要吃上欺君大罪，要赔上我这条命。那我来告诉你吧，父王的生辰是5月5日，而母后的生辰是3月12日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她才是咱们的女儿啊！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就给皇后看看吧。啊，不可以，为什么？你的胳膊上为什么有这么一大块疤呢？那是去年皇后病重、群医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公主听说吃人肉可以救皇后一命，然后就试着割下自己的一块肉给皇后吃下，兴许是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果然皇后的病就大有起色，如今才得以痊愈。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为了母后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为什么不告诉母后啊？我可怜的帕罗，我可怜的帕罗。父王。女儿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是父王。自初八结彩抛球，幸遇圣僧，像是心愿一足。各衙门官员又能申领朕意，各种事项都已齐备。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和锦之言，不要错过良辰啊！父王，女儿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女儿。父王，驸马爷带来了3个和尚，女儿日前见过一个，就吓得连夜做噩梦。听说其他2个的相貌更为可怕。女儿是想说，在和锦宴上不想与他们相见，所以希望父王到时可以打发他们离去。女儿不说，父王几乎忘了。那3个和尚长得确实有些恶丑，连日来叫他们在御花园的刘春亭居住，趁今日上殿，打发了他们官文，让他们走就是了。谢父王。官文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把玉印盖上，交还他们。是。朕已将官文用过玉宝印押，如今交与你们。在此些盘缠，你等3位早日去灵山见佛，若能取经回来，必有重谢。呆子，快看！那我师傅呢？驸马在此，不必挂念，你们就放心去吧。看来师傅在老人家这回是当不了和尚了。多谢多谢。请。哎，三儿弟啊，这回咱又回着驿站出来了，这可没宫里的舒服啊。是你舒服重要，还是师傅安危重要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你这，只要咱们不出宫，就不能让那妖怪松懈。哎，你们2个在这儿不要轻举妄动，若是一城官问起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含糊答应，就含糊答辩，也不要和我说话，我去保师傅。哎，大师兄，知道了。三师弟，这至少比看守那泼上了天的公主强多了吧？啊，我老朱啊，我要这人照去，你还是不是？我不吃。请。陛下，
合卺家言已排设在知阙宫中，娘娘与公主专请万岁同贵人前往会亲。好，来人，为驸马更衣，随朕进宫。是。怎么样，想明白了吗？我想明白了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承认，我的确是个不孝女。我对不起父王跟母后的养育之恩。那个假公主，她比我还要孝顺，所以大家才会喜欢她。因此才不会对她产生怀疑。这叫百顺孝为先，你能想到这点还不错。带你去洞房。时机刚好，其他繁文缛节都省了，正好进洞房。我带你在床下听动静。哎，无论如何都不能随便跑出去啊！驸马到。请。驸马，正当良辰佳期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公主，你很清楚，贫僧并不是你的梦中人，更不是画中人。驸马何出此言？公主其实不想跟贫僧成亲吧？既已是你的口中之物，你也不妨跟贫僧坦白，你到底是何方妖怪？为何要吃贫僧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吃你一块肉，就能够像孙悟空一样，能够修成太乙金仙，能够超出六合三界之外，从此以后，再也不必受人嫌弃，替人背黑锅了。先不说你的模样，只看你的行动举止，天然一股飘逸仙风啊！料必是哪位仙子思凡下来的吧？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就是月宫中捣药的玉兔仙子。在天宫之上，难道不快乐？是谁叫你受了委屈？我在月宫几千年来，生活也是自在快乐。我也很喜欢捣药，我也甘于自己的工作。直到18年前，出了一件事。每过几年，太阳星君就会造访太阴星君，太阳星君身边的金乌将军就会来探望我这个小妹妹。那金乌将军长得是人品俊美，当场把那个素娥给迷得七荤八素。玉兔，太医娘娘命我来取玄霜仙药，你捣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帮姐姐去拿。素娥姐姐，素娥姐姐，你的玄霜仙药。玉兔妹妹，金乌哥哥，金乌哥哥，好久没见了，又长个了，怎么耳朵还那么小呢？我看看。哎呦，别摸我耳朵！哎呀，摸摸就长了。哎呀，来，别让我看看。摸耳朵！哎，这什么呀？还给我！来拿呀！就不给！还给我嘛！来拿呀！哎呀，哎，就不给！看你往哪里跑！来拿呀！就不给！哎，哎，玉兔妹妹，哎，来拿呀！来拿呀！就不给你还给我！哎呀，哎呀，玉兔妹妹，你还给我嘛！来拿呀！就不给你！哎呀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
摔了呀！长娥娘娘，素娥，仙药怎么拿了这么久？你看你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，启禀娘娘，刚才玉兔只顾着跟金乌打情骂俏，药还没来得及给我，就打翻了。不是我娘娘，是她自己打翻的。娘娘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要不相信，娘娘你可以问金乌将军。金乌将军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回朝娘娘，卑职也未曾看清楚，想必是如素娥所言吧。只怪卑职太粗心大意，不该戏耍玉兔小妹。还请嫦娥娘娘只降罪卑职一人就好。你的罪责我会禀告给太阳星君，再行定夺。玉兔，我罚你拘禁在月牢内18天，你要在牢内好好捣药，没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半步。娘娘冤枉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来呀，把玉兔拖下去。是，娘娘冤枉啊，娘娘玉兔冤枉啊。那素娥以为金乌将军此去必定下凡历劫，所以他就私自出了月宫，下凡去了，想去找他的金乌将军。原来你是素娥。我忍受不了这样天大的委屈，没有人替我主持公道，我就这样被关了起来。这一关就是17天，而天上的1天就等于人间的1年。我的仇恨一天比一天的加深，直到去年，也就是第17天的那个晚上，我终于逃了出来。然后你就射走了帕罗公主，来冒充她。对，我的目的就是等你到来，先招你为驸马，然后吃掉你。如此说来，贫僧根本就不是金乌将军。只有投胎变了人的素娥，才误认为你是金乌将军。可是我心里很明白，你就是金蝉子投胎的唐三藏，只是碰巧跟金乌将军长得很像而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长得如此像金乌哥哥？金乌哥哥就好像我的亲哥哥一样，你要我把你吃下肚子，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那为何放不下仇恨？那素娥已经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打入了天牢，难道你还不满足？你就听贫僧一句劝，放过素娥，放过你自己吧。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我现在已经骑虎难下，18天一到，想必太阴娘娘也知道我私自下凡来。如果这一次被抓回去，也不知道要被关多久。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冤枉跟痛苦。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唐僧，你就忍一忍，我会一口咬断你的咽喉，你会死得很快的。妖怪！玉兔剑，收手吧你！原来你们是早就预谋好的，原来你们就是要骗我说出真相。不这么做，这位真正的帕罗公主怎么会醒悟，又怎么会对我师父死心呢？啊！
原来你就是玉兔仙子，难怪如此体贴。你要是我们的女儿，那该多好啊！这个计谋，原来父王跟母后，你们都参与了。圣僧早就跟朕说明了一切，我不清楚你是何来历，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，所以就将计就计。仙子，我们夫妻俩没有福分当你的亲生父母。如果你肯饶过了帕罗，放过了圣僧，仍然可以留在宫中当我们的宝贝女儿啊！公主，啊不，仙子，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，但是在我心中只有你这一个公主。求求你留下来当迪亚的公主吧，把所有的怨恨都忘了吧。仙子有话好说，真是一介凡夫，经不起你如此大礼啊！陛下，皇后，1年前，我为了要吃唐僧肉，而射走了公主。我冒充她的身份，便一直在想，该怎么做一个人子，怎么样才能尽孝堂前。本来我只想取得你们的信任，可是1年下来，我真是恨不得我就是你们的亲骨肉。那你就仍当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吧。我们夫妻俩要是有仙子当女儿，不知该多满足，多荣耀呢。素娥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有这样的身世跟父母？你还不知足？你把他们折磨的病的病，苦的苦，而我把他们照顾得这么好，你现在又要回来坐享其成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你不甘心？你不甘心还要怎么样？我要杀了他，我要他下地狱！玉兔仙子，你一旦动了杀机，就不再是仙子，而是妖精了。妖精就妖精，只要能够报仇，我宁为妖精。我看你哪儿跑！悟空，帕罗，公主，帕罗，悟空，帕罗，我女儿上哪儿去了？悟空，帕罗，悟空，帕罗，帕罗，公主，帕罗，公主，帕罗，都去给我找啊！是，走，快！帕罗，悟空，帕罗，悟空，都去找啊！悟空，公主，我的女儿呢？他们人跑到哪儿去了？圣僧，你快叫你那徒弟手下留情，千万别伤了我的女儿，别伤了她呀！那是玉兔精，你的女儿在这儿啊！再说，若不降住妖魔，他要大杀真公主啊！降住就好，降住就好啊！他就是妖精，朕也不怕，别伤害我的宝贝女儿啊！陛下，他就是妖精，我们也不怕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要仙雪，啊！你要告诉他，让他放下留情啊！放下留情啊！帕罗，女儿，帕罗，公主，女儿，帕罗，公主，女儿，帕罗。妖怪，吃俺老孙一棒！嘿嘿。
妖怪可别再掉头回去害我师傅，那可就丢死人了。还是先回去保护师傅。嘿。哦。起来！快！大师兄，去哪儿啊？跟我到宫里去！快！干嘛呀？哎呀，崽子！师傅！玉兔仙子呢？一时被他逃脱了，我就怕他回来害你呀，师傅。师傅，那真公主还在牢里吗？哎呀，公主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会不会被玉兔仙子给抓走了？不会吧？八成知道圣僧不是他的意中人，找个机会逃出去了。不，公主再也不会这么任性了。师傅，你们继续找的真公主，我去抓那个假的。二位师弟，好好照顾师傅跟陛下。土地公，出来！给我出来！不知大圣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大圣恕罪啊！嘿嘿，不用怕，我老孙早就不打人了。大圣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心善了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来问你，这山叫什么山？附近有多少妖怪？此山唤作毛影山，山中有3处吐穴。从古至今没什么妖精。没错，这就对了。哎，这叫狡兔3窝。如今我已经找到他的1个窝，还有2个，你可知在哪儿啊？依小神所见，大圣还是到山顶去看看吧。那废话，我还用问你呀？我打死你！刚说的不打人，呸！找什么呀？他已经跑到宫里来了。啊？不会是这真公主让那玉兔精给捉了去吧？不，那倒不用担心。他挨了我老孙1棍子，少说也是5脏俱损，没有一个半时辰，保证他一命呜呼。什么？他打了我们的女儿！猴子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叫你别抢我女儿吧！嘿，我就说嘛，大师兄办事啊，也不见得什么都4脚俱全。哼，我跟那玉兔精啊，那我们是故交，大家见面都好说话嘛。哼，早知道这事儿啊，就应该让我去办。现在倒好了，嘿，这真公主啊是生死不明，这假公主呢是找不着下落。嘿，师傅啊，这要有个3长2短的，您说说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您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念到咒了？师傅，您得多念几遍，往死里念。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二师兄，你就别火上浇油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2个公主都找出来。对呀。
仙子，你出来吧！哎，公主。帕罗，公主，女儿，这是公主，女儿。哎呀，你说这，哎呀，女儿，公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公主，你别怕，我老朱，我上去救你去。闭嘴！你们不要上来！如果你们一上来，我马上就跳下去。别说，不要跳下来！这怎么办呢？玉兔仙子，我知道你看得到我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，玉兔仙子，我知道我就是素娥，可是我转世为人之后，我对素娥所做过的事，真的半点都不记得了。在听你说完素娥的所作所为之后，我真的也感到很愤怒。我知道我不能够置身事外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。玉兔精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帕罗公主根本就不记得月宫上的点滴，她在人间逍遥度日，你却怨恨了这么久，你心里是何等的痛苦啊！你用别人的过失来惩罚自己，值得吗？玉兔精，你给我听着，跟你有仇的是月宫素娥。跟这个傻公主没关系，她已经为了你在布金寺蹲了1年的苦窑了，罪已经受够了。玉兔仙子，如果你真的不能原谅我，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立刻死在你面前。啊，不要！女儿！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孝顺父母，好好对待下属，做一个好公主。玉兔仙子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原谅我，谢谢你。女儿，公主，父王，母后。我对不起大家，我终于想通了，谢谢你，终于让我放下了仇恨。别哭啊！还有弟呀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修成太乙金仙，我没办法治好你的伤疤。公主，只要你回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帕罗，我的女儿。玉兔仙子，玉兔仙子。
你看，嫦娥仙子来了。哦。玉兔啊玉兔，你这个傻孩子，我囚禁你18天，并不是为着你打碎了药盏，我岂不知你是受了冤枉？是我算知你有意死劫，想借故助你逃过一难，想不到还是在劫难逃。幸亏你最后关头愿意放下仇恨，这个心结能解，死劫才得逃脱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上你看猴哥，好了，回头佛，幸亏活了，不然我还得陪葬呢。难得听大师兄念阿弥陀佛呀！是啊，这事不怪大圣，这是玉兔跟素娥的嫌隙所致。可不是因果不虚，转了圈的报应罢了。哼，善哉，真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！帕罗啊，听清楚没有？这番教训一定要记在心上啊，孩子。是。对。父王，母后，过去都怪女儿不孝，女儿给你们下跪。女儿，快起来！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，快起来！起来吧。弟呀，对不起，过去都怪我毁了你的容貌，真是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公主，之前也是我做的不好，我认仙子当公主，没有认你，你千万不要怪我。哈罗，你看，蒂亚并未毁容啊。蒂亚，你脸上的疤不见了，真好。谢谢嫦娥仙子，谢谢。大圣，谢谢。你等好好保护圣僧西天取经，本宫告辞了。嘿嘿，放心吧，去吧去吧。仙子，你不认识我老朱了？如何不认得？认得就好。仙子，那你，那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？对，呆子又犯淫心是吧？不，猴哥，我只是想跟仙子，说句话。好，去吧。天蓬元帅，你保护唐圣僧一路西行，功德不浅，不可再生他念，误了前程。仙子，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看到故人，所以打个招呼。我老朱想替前世天蓬的鲁莽向仙子道个歉。10几年了。我跟师傅修行10几年了，难道就没有这么一点进步吗？仙子，保重。嫦娥仙子保重。
小玉兔谢娘娘救命之恩，谢娘娘救命之恩。其实，真正救了你的人，并不是我。观音娘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玉兔从来没有提过观音娘娘半个字。玉兔仙子不用担心，太阴星君早知道是本座放你出月牢的。1年前，还记得你在月牢怨天恨地的时候吗？都说人间处处有不平，可世人还有官府王法可以伸冤。我在天上，有谁来替我做主啊？明明是素娥动了凡心，为什么要我替她背黑锅，还要我挨她的打？公道何在？如果不要屈于人下，如果能早日修成正果，这样就不必为娘娘冤枉了。但是，怎么做才能早成正果呢？传说吃了唐僧肉，我是个兔子，怎么能吃肉？还是人肉啊！好可怕！可我要不靠自己，我只有永远被冤枉，永远被欺负了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观音菩萨，小玉兔拜见观音菩萨。小玉兔，快起身！小玉兔冤枉啊！求观音菩萨给小玉兔伸冤做主，还小玉兔一个公道。阿弥陀佛。小玉兔，本座替你去向太阴星君诉说冤情，让你立刻出月牢，并非难事。可是那素娥已不在月宫，无法惩治于她。你能就此甘心罢休吗？素娥她人在哪里？他自以为金乌将军必定因罪被贬下凡，所以下凡去寻将军了。他离开月宫已经17天了，在人间也已17载了。嫦娥娘娘判了我18天，我都做了17天了，难道我就白白的被冤枉了这一场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让素娥付出代价。这样，本座就爱莫能助了。看来小玉兔要靠自己去讨回公道了。观音娘娘，小玉兔想问你，素娥她人在哪里？她现在是天竺国的公主，算算日子，去西天取经的唐僧也应该到天竺国了。观音娘娘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说吧。我也想下凡，可我又出不了这个月牢。这容易啊，我可以放你出去。可是，我怕嫦娥娘娘不见了我，会到处找我。这大千世界，凡月光所能及之处，都逃不过娘娘的眼睛。本座会替你做主。谢谢观音娘娘。趁此时乌云遮月，你快下去吧。多谢观音娘娘，多谢观音娘娘。
让他去吧。观音大士，玉兔痴傻，不知我是在替他挡劫避难。嫦娥仙子，不要用这种逃避的办法去替玉兔脱节。玉兔与素娥之间已种下了因，日后必将结果。拖得了一时，拖不了永远。拖的时间越久，玉兔的嗔恨心就会越茁壮，终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，便不是一桩死结就可以了却。那观音大士之意呢？让玉兔去面对，去化解，才能消弭因果业力。也趁此机会，让他完结之后，替人间成就一桩大功德。幸亏有你这一闹，不然那本性泼悍又家产不清的公主选了唐僧为婿，只怕唐僧要脱身也难呐。玉兔，你明白了吗？其实真正救你的人是观音大士。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观音娘娘大慈大悲帮助我，否则我那样怨恨下去，别说是修成正果，只怕要入魔道了。不错，玉兔，你之所以有此一死结，非起因于你对素娥的恨意，而是起于对吃唐僧肉能修正果的贪心。你早在与素娥发生冲突之前，就听到了这个传闻，就必定起过心念。大师说的对，我是有过一念之想，在后面的月老里，却认真的想过，下凡后还计划着这样去做。是否因为玉兔懂得放下仇恨，所以才能逃过此难？此事其一，也因为他本性当中的仁善、孝心，不但感动了国王跟皇后，更能使顽石点头，感化了公主痛恶前非，化恶业为善缘。所以玉兔，你这也是自己帮了自己，不完全是观音大士跟我救了你。因此，你不可以再妄自菲薄，要每天更精进不懈，终能成正果。我知道了，小玉兔以后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。小玉兔还有一事担心。什么事？那公主是被孝顺了没错，但她真的会放过长得那么像金乌将军的唐僧吗？那你就往下看看吧。你们是朕一家的恩公，朕要再次感谢你们大家。不敢不敢，老僧冒犯公主，还请陛下恕罪呀。言重了。住持长老一番苦心救了公主的性命，何罪之有啊？朕打算将此山改名为宝华山，你意下如何？多谢陛下赐名。着工部办料重修，并赐封号。朕赐予敕建宝华山给工部金寺。长老，谢谢住持长老。公主，快别这样，老衲深受不起呀。请国王和王后去庙里参观。请。嘿，呆子，还不赶紧走！
一脸淫笑。谁淫笑了？我就是看看，看也不许看。八戒，子欣也算是功德圆满，你就安心吧。是啊，那我们就别多说什么了，赶路要紧啊！走吧，师傅。走。还看？快走啊！你干什么呀？你臭猴子！你师傅，你看着这。猴哥，你看咱这都半个多月了，也没遇见妖怪。我看咱们是不是离灵山不远了？带着你往天上看啊！哎呀，好晴朗的天呀！这天是挺晴朗的，不过猴哥，你让我看天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给我老猪底下使一个绊？你暗害我呀你！呆子，你往天上看，你看那天空，空旷辽阔，悠远高深，祥云飘渺，瑞霭飞飞呀！这就算不是灵山，也离灵山不远了。你算了吧，猴哥。想当初，师傅他老人家在小雷音寺的时候，指着小雷音寺曾经说过：“徒儿们，你们看前边有一座晃晃的寺院，香烟缭绕。哎，想必是咱们离灵山不远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怎么样，少师弟？咱们碰上一个假佛爷爷。猴哥，你现在这套词儿啊，我都不相信了。师傅，您老人家信吗？我信。哎，师傅信。少师弟，你呢？那我也信。啊？好，那既然大家都信，那我也信，我也信。猴哥，那既然这前面已经没什么妖怪了，我看你也没必要在前面探路了。要不猴哥，你看能不能把这威风的事儿交给我老猪，我也威风威风。好好，你想威风？威风，去威风威风，去威风威风。哎，四方的妖怪都给我听着！有不服的，给我出来2、3个，老猪我跟你大战300回合！老猪威风吧？威风，威风，威风！好一处高阁啊！悟空，不会是到灵山了吧？师傅，我怎么知道是哪儿啊？咱们快走吧！啊，走吧！走吧，师傅。走。都闪开呀！有不服的，出来跟我大战300回合！快点！你看这高阁，祥云袅袅，却是一个好去处啊！师傅，你看。师傅，你在小灵寺时对着假境界、假佛像拜个不停，如今见了真佛像，怎么不下拜了？凡肉眼所见，皆无实相，为师已有觉悟，但此处却是宁静祥和，宝相庄严呐。阿弥陀佛。来者可是东土取经人？师傅，这位是灵山脚下玉真观的金顶大仙，特来迎咱们的。啊，弟子不识真言，恕罪恕罪。啊，圣僧今年才到，我是被观世音菩萨给哄了。菩萨是如何哄你呀？他10年前领佛金旨，去东土寻找取经之人，原本说2、3年就到我处。可年年在此等候，却渺无音讯。不想今年才到我处啊！阿弥陀佛，有劳大仙相迎呐。师傅，您就别再讲什么礼数了。大仙，你也别再为10年前的事感叹了，还是先请我们进去喝杯香茶吧。啊，师傅，请，师傅。真舒服啊！沙师弟，你还记得咱们上回是什么时候洗的澡啊？哎，谁去记那个呀？
不过二师兄，我记得比较特别的是在盘丝洞里，你在山泉里跟7个女妖怪洗过澡啊？啊，师傅，您看看他，还老提这事儿啊你。武静，你就别再揭师兄疮疤了。嘿，这世道啊，看来是变了，连这老实人都变坏了。现在骂人啊，他都不带拐弯的了，他。嘿，呆子，我说你呀，还是把自己好好洗洗干净，再把你的嘴漱上几10遍。一张嘴就是骂人、损人，一股酸臭味儿。哼，小心啊，别再呛着佛祖。师傅，您说这世道他不该骂吗？啊，他要不该骂，那又何必让咱们几个人来西天取什么经啊？戏谑、嘲弄、谩骂，逞一时口快，徒造口业罢了，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就是嘛，二师兄，你老是骂王、骂官、骂财、骂势，好像所有浪头上的人都是欺负你得来的好处。这真要论起受官僚所害啊，谁也比不上大师兄在天宫里受的怨气啊！哎，你见过他什么时候骂过那些神仙啊？啊，哼，他当然不骂了，哼，他直接就打过去了。我老朱还好，我是坐而言，他呢，他是起而行了都。可打杀的结果又如何？别说镇在五行山下500年，就算真让他掀翻了天，换他当上玉皇大帝又如何呢？哎，猴哥，说到你倒说话呀！哎，还真是，你说当着玉皇大帝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真不如咱们取经有趣儿呢。哎，此话怎讲啊？哎，你们想想啊，咱们这一路之上遇到了多少妖怪，遇到了多少磨难，啊，这才真叫见到了人生百态。哎，长了多少见识啊，还长了不少智慧。嘿，我现在想想，当年虽然我把天宫闹了个遍，可不就还是个井底之蛙吗？好悟空，其实这些妖怪跟人是一样的，都有善恶，有7情6欲，甚至走火入魔，陷入万劫不复之境。他们就好像一面镜子，照着我们，让我们自觉自省。哎，你们说说看，那些妖精让你学到了什么，又想到了什么？哼，我先说那玉兔精吧，本来是世界上最温顺、最善良的，可是受不了冤枉气，一心想要报复，最后差点把命搭上。幸好啊，最后他想通了，这就叫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如果大家都能退一步，岂不是海阔天空啊？哼，那我老朱，我也说说这狮驼城的教训，那次简直是太可怕了，当真是上了蒸笼了。哼，猴哥也被那谣言所骗，可我老朱呢？我老朱当时还没有死心绝望，这才叫患难见真情。哼，俺老朱可不是外表看着又贪吃又贪睡又不讲义气那种人吧？好了好了，难怪你这呆子学会了自己夸自己，也算不错，这就叫有了自信。唉，往往是那些没有自信的人才会怨天尤人，天天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就顾着说别人。我现在想想啊，我那个牛魔王大哥或许就是骨子里没自信，所以他才结交那些有财有势的朋友，又娶妻又纳妾。哼，这叫自己给自己撑面子。说到这娶妻的事儿啊，师傅他老人家好几次差点就做了妖精的丈夫了。哎，说真格的，你说这女儿国的国王，师傅，这您说句实话，您当时真的就没动心？为师还称不上佛菩萨的境界，你说呢？你们看看师傅太厉害了，他这叫道问法。还是我替师傅说吧，动情动心，都动摇不了师傅那颗向佛之愿呢。对啊，连菩萨都是有情的，何况师傅呢？师傅他老人家又不是铁石打造的，怎么会无情呢？只是啊，人别动了欲念就好。
想起这玉念受的苦啊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。悟净是想起蜘蛛精来了，那的确是为师见过的最可悲的众生情状。那蜘蛛精以欲望之网困住自己，也困住了别人。最可怕的是无止境的欲望，它甚至会让人疯狂，丧失天性，终至招来毁灭，永堕阿鼻地狱。好了好了，咱们还是别老说这些沉重的了。哎，还是说说那个死心塌地跟着太上老君，又不肯脚踏实地，老想一步登天的那个青牛精吧？咦，我说他还真是能够给你这个呆子做点什么榜样啊！啊，嘿，我老朱啊，我只是贪吃点儿，贪喝点儿，贪睡点儿，不像他这个贪功造尽。真要是拿我和他比的话，那我老朱还不如比作小雷音寺那个黄眉老怪。其实那黄眉老怪不坏，也没什么私心，哈，师傅。他呀，他只是嫌您老人家脚下慢腾腾的，想替您取经。您说这经早取喽，不是利益众生，早点得大利乐吗？对，只是好心做了坏事，他自己都不知道呢。哎，这不跟你一样，就是个呆子啊！这世上不也多的是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或是好，或是坏，就是想不通透。好了，咱们还是换几个好样的来讲讲吧。啊，幸好还有几个走上正道的。那红孩儿被观音收了，那百鸟精的造化就更好。其实，不管是仇恨、恩爱，只要懂得放下，自然就能得到大解脱。所以那百鸟精就往生彼岸了。放下放下，师傅谈何容易呀！要是真的那么随随便便就能放下，咱们还取经干嘛？师傅，咱们终于到了，师傅，您还没睡啊？好像做了一场大梦，睡不着啊。是啊，忽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这才叫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啊！师傅，你觉得我们取经之路就会这么顺利吗？那如来佛祖会不会再出什么难题来考我们呢？想想，这一路上的妖魔鬼怪，不都是佛祖跟观音派来考验我们的吗？他们每次都是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手，看着我们活受罪。再说，就算我们取得真经，不还得回大唐吗？这一路上能顺利吗？阿弥陀佛，为师一路一直在说“阿弥陀佛”这4个字，你可知道当中含义？